你想过什么时候退休吗？还是一直干到65岁？亚松，侬几岁了？侬还没退休啊？走了。走啦。像这样的大龄面孔并不少见，在中国，大约1/3的低龄老人仍在工作，有将近70%的老龄群体渴望退休后再就业。我妈也是其中之一。妈，你真的那么想找工作吗？对呀，想多挣点养老钱，在家很无聊的。现在的老年求职市场是怎样的？退休之后还有机会再就业吗？我有个想法，帮退休的妈妈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。为了更有针对性地帮我妈找到工作，我打算先面试她一轮。我的优势嘛是对工作认真，短板嘛就是不认识几个字，年龄大就是我最大的短板。哎呦，薪资求着不加班，但是加班可以的，要有那个工资的，没工资就不想干，高薪就免了吧。因为没文化没技术，所以说自知之明，哎，尝试新工作。我妈之前的工作经历比较单一，年轻的时候卖过麻辣烫，做过流水线工人，最长的一段职业经历是20年的资深保洁员。整理了一下我妈对新工作的需求，就是有一点比较特殊，我的工龄不足15年，所以说很需要这个五险一金。开课了，五险一金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这2个金，老了不用怕，只要缴满了15年，且你达到了退休年龄，你就可以领。Yes， 只要你没死，看病就能报。如果你不幸被广进，只要你缴满了1年，你就可以去当地的社保中心领到你的那份牛马金。其他这3个，只要你不生，你就用不上。只要在工作里伤的不是心，其他的伤都可以保。只要不买房，你就用不上，当然租房除外啊。根据妈妈的情况，我为她量身定制了一份简历，打算开启海投模式。我在网上查资料的时候，有发现一个专门给老年人找工作的平台，它叫中国老年人才网。网站上提供的岗位很有限，更适合教育经历高的求职者。天哪，就顿时觉得，如果我妈妈的简历放在这个平台上面，应该，我自己会觉得竞争力还是蛮低的。而常规的招聘平台主要面向年轻人，感觉人过了35还要找工作，就是犯了10罪，烦死了。通过检索关键词，我还是发现了一些大龄友好的工作，筛选出了平台上适合我妈的工种。经过一阵猛烈的海投，收到回应的基本都集中在服务类的行业，福利待遇还不错。我决定去线下再咨询看看。妈妈多大年纪了？有退休那个证吗？还没有，因为她工龄还没到。那恐怕不行，因为有退休证才可以。因为我们公司是有规定的，如果没有退休证的话，他就入不了职的。可别小看这个本本。退休证除了证明退休老人拥有领取养老金的资格之外，也代表企业无需为退休再就业的老人缴纳五险一金。当你达到退休年龄，或者是开始领取养老保险待遇之后，就有了一部分能够保障你基础生活的稳定的收入。如果出于个人意愿，还是希望能够继续工作，企业在法律上是没有义务继续给他缴纳社会保险。所以我妈现在就只能以灵活就业的形式，按照上海职工社保的最低额度，每月进行个人补缴，直到缴满15年的工龄为止。为了给妈妈争取更多的工作机会，我又去了家附近的就业援助中心。满55岁还要找工作，不要说55的50岁的工作都好说。大龄不退职还好申请吗？他已经超过年龄，就对，这边还有什么其他的渠道可以帮这些老人找工作的吗？外面的直接所呀那种，哦，对吧？就社会市场上的那种。这个人才市场特别远，换了2个地铁，下来之后还要换1辆公交车才可以到。找份工作不容易哦，为了生存。这次我还特意带上了妈妈的简历。不需要什么简历的，只要你能干活，运气好一点，就看有没有哪一家公司要录用我。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今天。好，加油！这里是号称全上海最大的职介所聚集地——松江人才市场，几乎每条街上都是劳务派遣公司，有日结工，有正式工。中途遇到了个小哥，给了我们很多信心。他们这种退休年纪的也收啊？收，都收，只要愿意干都有。我一般是干工厂的，然后工厂现在就是小时工和返费工，哪都高去哪。很有信心，加油！这家是叫号制，大部分都是工厂相关的日结工作。
跟我妈大概待了2分钟，就马上就出来了。什么呀？没有女同胞，全是男士啊。他这个就是体力劳动的呀。上车。哦，人家你看，就这种临时的，就这样把他们给拉走了，知道他把你拖到哪里去，把你去卖了，你也不知道。如果是这样的工作，你愿意做吗？我不干，完全。这些大巴上做的都是日结工，通常不会被签署劳动合同，或者是和中介签订没有五险一金的劳务合同。中介和用人单位省去了一大笔开销，但劳动者却需要自己承担工伤的风险。那万一要有工伤怎么办？工伤找老板呢？你讹到老板就给你赔钱，讹不到你就吃个哑巴亏啊。他们额外交工伤险的这种工厂有吗？没有，年纪大的有的厂为啥不要？就是怕有就是工伤的风险。对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工厂的招聘年龄都卡在了45岁左右，愿意接受大龄女工的岗位似乎只剩下保洁。对，我是6次干保洁，做6歇1的，也就3000多。哇，好像有点亏待我们这个岁数的人了。这个没吧56岁可以干的是吗？干不动。干不动啊？要在18到50岁，你看。这是要男的才可以。最大要到50岁。哇，这么难啊！不出来不知道这个价位啊。以后要不去搞个烧烤摊卖烧烤算了。今天找了大概至少5个小时，颗粒无收。没有学历，没有技术，到这个年龄阶段真的好难。现在想想，年轻人也好难，挣个钱不容易。哎呦，不能说了，说了要哭了。你为什么要哭啊？哎呦，我也不能接受。哎呦，我感觉真的好难过啊。想想以后你们年轻人以后怎么过？但现实就是这样，回家了，睡一觉累了吧？累。我觉得今天一下午，别说我妈56岁的人，我28岁的人已经就是好累。此处不留人，自有留言处，知道吧？我发现就你还是很乐观的。我觉得我跟我妈心态就很不一样。我今天经历了一天，我不想找了，我感觉挑战失败 ，OK， 结束。这个纪录片在这里啪。人才市场容不下我妈，但幸运的是，经过耐心的等待，我妈收到了一份大龄导购的面试邀请。填资料的时候，我听到了 HR 和上一位面试者的对话。我妈因为没有什么导购的经验，所以被 HR 调剂到了另一个岗位。因为您其实之前做保洁的话，它是没有一些 KPI 在头上的，没有业绩要求。但是泡发阿姨的话，对销售经验要求少一些，可以从泡发阿姨做起。去他们的实体店看了一下，泡发阿姨的主要工作就是拆除冷冻的海参，浸泡在水里，协助导购和顾客沟通。姐姐，那平常像我妈妈这种上海退休阿姨来做的多吗？今年才开始有。不知道你这个年龄几率大不大啊？招进来？有优势，她这个年龄。因为不加薪。我这一行吧，就是买海参的年龄稍微偏大一点。哦，明白。然后呢，有共同语言吧。我感觉这个真的还挺好的。是的，挺好的。而且我刚刚看到里面的店员，大多数也都是女性，也都是这个岁数，工作环境氛围什么也还不错，还可以，对吧？是可以改行了。我开心吗？开心。其实这次在帮我妈妈找工作的过程里，我发现有很多像我一样的独生子女，我们自己搜寻关于老年人的招聘政策、招聘渠道，还有工作机会。在现在这个如此不确定的环境下，我们既要忧虑自己的工作，还要帮自己的退休父母解决他们的退休问题。其实我们年轻人帮爸妈找工作，还是想让他每天有事可做。其实更多的是让他精神饱满，并不真的希望他去赚多少钱。因为我爸就在这个找工作过程中接连的受到了打击之后，其实他也会感觉老年人没用了呀，这个社会怎么了，甚至会觉得就很强烈的被抛弃的感觉。为什么退休老人依旧需要工作？可能是出于生活所迫，可能是为了追求某种社会的认可。我们正处在一个迅速变老的时代，到2050年，60岁及以上的老人人口将达到4.87亿，占总人口的1/3。屏幕前的你和我，只要不出意外，都会是其中的一员。
其实我自己还是挺焦虑的，我老了之后会不会也被淘汰了？有没有什么样的技能是抗衰的，可以让我用一辈子的？退休想要再就业找工作的话，首先你要有一个心理建设，就是你的收入跟你的付出你是不成正比的。接下来想要找工作的这些退休的朋友，就一个建议，心态要放得平稳一点，不能就说你着急的去找工作，各种各样你都想尝试，那有时候你做不来的真的就是做不来，不适合你的就是还是不适合你的。有人可能会说，30岁的人的工作问题还没被解决，怎么就去关心退休老人了？但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先后的问题，我们应该向往一个年轻人和老年人都有发展空间的环境。感谢你看到这里，我们是本期编导阿贵 QQ。回到我们最初的一个问题，你有想过自己什么时候退休吗？你有想过未来你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的呢？它是一个具体的数字，还是你有具体的目标，或者它只是一个模糊的场景和地点？曾经我也觉得退休这件事离我遥不可及，但在调研的过程中，我渐渐发现，当下需要做的很多决定，其实都和未来想要一种怎样的生活息息相关。如果我不满足于现有的养老选择，就需要做出相应的改变和尝试，去探索出更加多元的路径。希望到我老了的时候，也能有自主选择的权利，而不是庸庸碌碌过完我的一生。所以看到这里的你们，一定要为了自己理想的生活和人生向前冲，从现在开始就要开始准备。我的养老的计划是出去看看这个世界，然后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比方说我挺喜欢做烘焙的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在经济支撑的一个条件下才能够满足的。最后不要忘记给我们点赞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